哎呦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幸福的眼泪。上星期我不是做奶贝买了一个大榴莲嘛，还有一些榴莲肉没吃完。然后有一个小伙伴给我留言说，那个谁谁谁他们家新出了一个生椰榴莲披萨。我上网搜了一下，看上去老诱人了，然后立马下单买了一箱椰子，咱现在就安排上。不过有一个问题值得深思，万一我那个披萨没研究出来，榴莲用光了怎么办？我是没吃过这个什么萨的披萨，好像北京这边没有。我在网上搜了一下，看介绍说是用的金枕榴莲和香水椰子嫩肉，还有独特的椰浆酱、马蹄丁儿，坚持手工拍制饼底，最后出炉撒椰子脆片。那我就按照这个介绍来做吧。先做椰浆酱，让老公帮忙给椰子开个口，把椰汁倒出来，再让老公帮忙给椰子开个瓢，把里边那层白色的椰子肉取出来，脑壳上的那层椰子肉也不要忘了哦。然后加一丢丢的椰子水给它打成酱。打完以后我发觉我这个有点太稀了，再放到锅里炒一炒，把水分收干一些。我稍微加了点柠檬汁和糖，小火不停地翻炒，炒到它变浓稠，是抹酱的那种状态就可以了。我就炒到了这个样子，装入碗中，盖好保鲜膜。椰浆酱做完了，也该睡觉了，明天再继续吧。第二天一早起来，先做椰子脆片。我查了一下，应该用老椰子做椰子脆片，但是我没有买，凑合用这个嫩椰子做吧。这个椰子肉确实嫩还薄，我只能用小刀斜着给它切成薄片，然后根据个人的口味在上面撒点糖，抓匀。因为这个椰子肉水分多，糖放在上边可以化开，如果用老椰子糖化不开的话，可以加一丢丢的水把糖化开。抓匀以后平铺在烤盘里，然后放入烤箱中层，上下火150度，先烤10分钟看看。10分钟以后，我看我这个有些上色了，然后我就赶紧把温度调到了100度，继续风干它，直到给它烤脆了就行了。半个小时以后，我看它还没变脆，然后我就手贱调到了120度，然后结果你们猜怎么着啊？看我这个椰子脆片火大了，都上色了，倒是挺脆的啊。尝一个，好脆啊，真好吃哎！原来椰子脆片那么好吃啊，我第一次吃。好吃好吃。我得控制一下，要不被我吃没了。但是我这个也太丑了，跟人市售的那个根本就没法比啊，看着跟萝卜干似的，像不像萝卜干？我知道了，我给它弄碎了。这椰浆酱做好啦，椰子脆片也做好啦，然后就可以揉面做披萨啦。披萨的面团做起来可太简单了，放点橄榄油、水、盐、面粉。今天心血来潮，想放点全麦粉做。先把这些材料放在一起混合均匀，先用3档揉3分钟。我用的这个配方是一个比较湿黏的配方，混合好以后它是不成形的，然后给它盖上，先放到冰箱里冷冻半个小时。半个小时以后加入酵母就可以揉面了。我是用5档揉了差不多10分钟左右就揉好了。只要它能成团，基本光滑就可以了，不需要看模。看一滴了，它一团面都上来了，这样就揉好了。给面团滚圆，可以看到这个面团是很粘手的。面温不要超过26度，就在不超过28度的室温下发酵1个小时左右。这个时候再把其他材料准备好，椰子肉、榴莲肉、马苏里拉芝士、马蹄丁儿、椰浆酱。面团发到2倍大就好啦。因为面团很软，直接在油布上整形就可以了。在油布上撒一些玉米粉，把面团放在上面，然后就拍，给它拍成饼。
你也可以把它拿起来这样转一转。整好以后，在上面用叉子插一些小洞洞，然后先抹一层椰浆酱，再放一层马苏里拉芝士，再放一层榴莲肉，再放一些椰子肉，我这个也是香水椰子嫩肉，再放点马蹄丁儿，最后再撒满满的一层芝士。放到烤箱中层，上下火230度烤15分钟。出炉啦！饼有点厚了，其实我更喜欢吃脆底披萨，薄一点的。撒上椰子脆片，这看着怎么那么像榨菜丁儿啊？好吧，先尝一下试试吧，看着还挺好吃的啊。浅尝一小口啊，是好吃的，味道还可以，但是我感觉馅儿的水分有点大。看来我这个含水的那些材料，它那个水分还得再浓缩一下。又过了一天，我把椰浆酱又回锅又炒了一下，把水分又收干了一些。我觉得我那个榴莲肉水分也挺大的，改成了我前些天做的榴莲果酱。榴莲果酱到上星期发的奶贝视频里可以找到。然后又做了一遍，这回我把面团给它1分为2，压得薄薄的，还用锅盖压了一下，把多余的不规则的边去掉了，把50克全麦粉换成了高筋面粉。上次感觉上火有点高了，这回也调整了一下，用上火210度，下火230度烤15分钟。这回看着感觉还挺不错的，跟那个什么萨的有点像了。为了好看，还是买了点椰子脆片撒在上面。但是我跟你们说，这买的椰子脆片还真不如自己做的好吃。吃到最后，我就感觉我是在干嚼椰蓉。这第2次做的，一看我就知道相当成功。瞧瞧这拉丝，再瞧这饼，又薄又软又脆。我要吃了啊！边儿好脆啊！真的太好吃了。我跟你们说，就那个什么萨的披萨啊，我是没吃过，但是这个绝对好吃。大家做披萨一定要注意，馅儿的水分千万不能多，多了就不好吃，而且还会一整个掉下来。这个生椰榴莲披萨我感觉相当好吃哈，你们也试试吧。